阿燕，这个在人间叫糖葫芦，可甜了。我帮你。人那么多，别走丢了。走。水中月华，翩跹落花，而今悄人云远天涯。心动在月下，悄悄发芽。我在你眼神中融化，在我的小河飘泊的夜中照亮，人间早风起落潮，我想一直这样在你身旁不散场。这是什么？迎娶这只巧匠特制的竹蜻蜓啊！全天下竹蜻蜓？谁想要？还有谁想要？谁呀？比赛开始。说完了。赢家已诞生，恭喜这两位获得本店竹蜻蜓！我的天哪，我们终于赢了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就差一个。这里是人间的姻缘词，这个叫同心锁。只要把同心锁挂到这些红绳上，就代表两个人永远不会分开。许多相恋之人都会来这里祈福的。挂这吧。挂这个。再上锁喽。好了。你为什么把钥匙扔掉？扔掉之后怎么打开啊？不用解开啊。古镜阿英，锁死了。古静，啊，阿九，别耍！来，一日期限将至，快让我看看你们的成果。阿九，我们的事晚点再说啊。完成的不错啊。你们呢？肯定没动静啊。
哦，这不是变得挺大的吗？就是颜色淡了点。这什么时候长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哎，对啊，什么时候长成这样的？你们什么都没做哈。哦，哎，没事没事，这个颜色淡就淡些吧，哪那么多旗鼓相当的爱情？不过，这果子真的有点小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。要催熟果子，就只有拿出我的终极办法了。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有情人一起步入婚姻，就表示这段婚姻修成正果，所以成亲是催熟恋缘果最好的办法。那如果成亲都作假的话，是不是不大好？你别担心，只要换上这个衣服，完成既定的仪式就可以了。再说了，又没有3书6礼，这都不算数的。哎呀，这荒郊野外的，只有我变出的这2间小木屋，又没有人知道，你们自己别说漏了嘴就行。我才不说呢。谁说谁就遭雷劈。好，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快点开始吧。等一下，阿姨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，帮我拿一下。哦。阿英，你可终于回来了。很适合你，这个送给你，你把它买回来了？喜欢吗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我怎么还受伤了？我去帮商铺挑了几车货，就赚了点钱把它买回来了。对我来说小菜一碟，没什么的。自己搬的？对啊。其实一个竹蜻蜓也不值得要去做这些。怎么不值得？你那么喜欢它，我就想把它当做我的聘礼，送给你。3生石都说了，这都不是真的，所以不用去。虽然成亲是假的，但我对你的心意是真的。这是在演戏，对吗？阿印，你在卷线录上写的第一个人是我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一直都弄错了一件事情，而且错得很离谱。我搞错了喜欢这种感情，直到在白鸟岛上的那一天，我才知道，我想看到戴上炫星凤冠的人是你。阿印，我喜欢你。我想，纵然没有主仆契，能不能结一个姻缘契，让我们一直在一起？你愿意吗？你说你喜欢我？你没听清啊？那我再……我听清了。那我的聘礼，你愿意收下吗？别磨磨蹭蹭了，赶紧拜完堂，离开这鬼地方。催什么催啊，臭狐狸！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好，快点快点。
浩辰，你干嘛啄我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踩到裙子了。胡子王子啊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我有吗？哦，怎么可能？这该不会是你的初吻吧？你们俩刚才靠那么近，你没对阿英做什么吧？要你管？奇怪，怎么回事？是他们的红线断了。贤竹，贤竹师兄，不可能，我从未听说过师兄有什么相好，而且那个婉月，仙界里没有这号人。这是一对仙凡恋，这个婉月是人间女子，这个贤竹是大泽山弟子。难道是？这名字上怎么有血光闪烁啊？糟了，他们要接受天罚。天罚？嗯。帝君，贤竹不过是一时糊涂，还请念在其初犯的份上，手下留情。仙竹师兄，我师弟有伤在身，若是3世纪紫电蛇灵鞭打完，只怕仙元重创，性命难保啊！受帝君手下留情。我受凤渊天帝之托，代为管理仙界，便只依天律天规。若是徇私枉法，今后该如何管束天宫？敢问蓝风帝君，仙凡不能相恋，究竟是何种律法？依据来自何处？无知，仙界律法乃历代天宫管理者所定，仙凡两界本就有别，尊卑贵贱不可逾越。如此罔顾礼法，随意苟合，岂不祸乱仙凡两界？人族肉体凡胎，本就没有半点仙理，
如何祸乱仙界？仙族儿想下凡，得向土地拿到灵牌才能够拥有仙力，又如何祸乱人界？我们本都是祖神擎天所创之神灵，为何会有高低贵贱、3、6、9等之分？好一个牙尖嘴利的丫头！今日若不替大泽山管教你一下，天宫尊严何在？住手！帝君，他藐视天宫，污蔑本官，为何不让我教训他？阿因关心则乱，才会有所逾矩。帝君，律设大法，理顺人情，请给贤竹师兄一次改过的机会。阿因，祖神擎天将世间分为神仙妖、幽冥、人，各设界碑便有其深意。天地万物各行其道，稍有不慎，便会乱了其因果。婉月命中无仙缘，这是天道；而贤竹为他避开人世一劫，这便是逆天。逆天之举必遭天谴，这无人可以幸免。帝君，贤竹触犯天规，是我管教不严，恳请帝君允我分担一半鞭刑。师兄。山门有训，凡我弟子，情同手足。若蓝凤帝君不愿撤回责罚，古镜愿为师兄分担。阿姨也愿意。弟子愿为师尊受罚。帝君，大泽山同门情谊，感人心脾。仙界虽未有仙力，但这法不外乎于人情。大泽山河中共济之情，本君难以拒绝。基于紫殿蛇灵鞭的威力，本君宣布，只有达到下君级别的弟子，才可为贤竹分担惩戒。师兄。师兄，贤竹有愧师尊的教导，有愧大泽山的期许，不要再为我受伤了。此情此意，贤竹铭记在心。剩下的就让我自己一人受着吧。帝君，罪犯贤竹已无生息。二师兄怎么样？师弟的仙元已离体，我只能先用仙术把这副躯体保存起来。如若不能及时找回仙元，这副躯体恐怕也支撑不了太久。我想到狐族有个宝物，或许可以救贤竹前辈，我这就去取。都怪我，没能带来制魂草。既然狐王不肯借，也没有办法。你有这番心意啊，我大泽山亦是感激不尽啊。师尊，
梧桐岛凤鸣长老求见，快请。是。贤善县长，燃魂灯，这燃魂灯是因为当初为了寻找凤影的仙缘，损耗了过多的灵力。若将强大的灵力输入进去，补充损耗，便可以暂时将其修复。只是维持的时间非常短暂。强大的灵力，我等合力可否完成？恐怕不行，必须要半神以上。半神？可是现在，师尊、天帝都不在，我们要上哪儿找半神啊？其实，我有一个法子。凤鸣长老，但说无妨。每一个洞府都有自己的仙脉，仙脉的灵力之强，不亚于半神之力，也可以暂时将其修复。但仙脉的灵力磅礴醇厚，不好操控。凤鸣长老，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？贤善长老，请放心，此灯乃我们梧桐岛代代相传之物，再强大的灵力输入进去，也不会外泄。这一次，我也是和凤族其他几位长老商量过后才前来的，只希望我们梧桐岛能为大泽山尽绵薄之力。燃魂灯必须要在仙元离体的12个时辰之内做法才会有效。如今，只剩下最后一个时辰了。好。这个阵法可以在仙元离体后保证肉身不毁，不过切记，时效只有1个时辰，超出这个时效，怕是仙元不归，肉身不保。仙珠师兄，仙珠师兄，在那儿。王爷。仙君，你扰乱我幽冥界多时，幽冥王命我将你带走。是的，抱歉，我这就带他走。师兄，走吧。是幽冥王。糟了，时辰快到了，若是还不回来，怕是会出事。仙珠长老，没事吧？没事。糟了，师兄被敖哥扣下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有3生石。走。3生石我们给你带回来了，
我告诉你们，就算把我绑来也没用，做不成天地月老，我还是要走的。这次不好意思啊，下次再赔罪。你们终究还是来了。拿这块令牌去钟灵宫，便可会见幽冥王。多谢，多谢。走吧。亏我把他们当朋友，居然这么对我。你嘴上说是生气，不也还是帮了他们吗？贤竹的红线总归是我牵的，我总不能真的不帮他们吧？不过啊，我这次回来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。这双尊贵的手，我好久没有摸过。又犯花痴，我可不是他。贤竹的仙寿原本未尽，但他偏偏要用这仙缘擅闯我幽冥界，扰乱我界规矩。他这不是找死，是什么？敖哥陛下，我师兄刚刚痛失所爱，又受天罚，才会误入幽冥界。还望陛下网开一面，放师兄与我们团聚。一句道歉就能一笔勾销吗？那他破坏了我幽冥界的规矩，你要如何赔偿？敖哥陛下，如何赔偿都可以，我们绝无怨言。如此。我若要是……不对，我来帮你们的。按照规矩，只要持修岩楼的会客令牌来见您，您都会答应他们一个请求，无需额外的附加条件。既然阿音他们的请求是带走贤竹的仙缘，您怎么还能要赔偿呢？三生石。我还没有责怪你擅离幽冥界，你还敢管到我头上来了？这都是修岩殿下的规矩，我说还是说罢了。我可以放人，但交易只有一次。你们不是在找火凤仙缘吗？如果换走了贤竹，你们就带不走火凤仙缘。可是，贤竹师兄的事情现在更要紧，凤影之事，再想办法。敖哥陛下，我们要贤竹师兄的仙缘，凤影的仙缘，我们再拿别的宝物来换。正巧。我要的东西就在你们身上。如果你们同意交换，今天就可以带走凤影的仙缘。我们身上？我要的就是你这只水灵兽一半的内丹灵力。陛下，阿英的内丹灵力乃是她的寿命，我们不可能用这个做交换。一只小小水灵兽的一半寿命就能换凤影的2分仙缘。这买卖怎么都不亏吧？2分，不是1分。阿金，如果我们有了这2分仙缘，那凤影的仙缘就有6分了。我同意。我不同意。阿金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
就算是拿宝物换，也得凑1000年呢。到那个时候，凤影的肉体可能早就不在了。你就听他的。阿言，我不可能让你为我的错误做出任何牺牲。不是，别说是50年了，哪怕是1天1刻都不行。倘若他今天是要付出我自己的性命，来换取凤影的回归，我在所不惜。但他要的是你一半的仙缘，这代价我承受不起。我不同意这笔交易。陛下，阿英的内丹灵力只有治愈的功效，我想陛下是想用来救人，对吧？那修岩楼广纳各种奇宝来换取与您见面的机会，想必也是出于这个目的。我愿拼尽全力去3界收集奇宝，来助陛下救想救之人。但你若是想要用阿英的灵力来换，我绝不答应。年纪轻轻，口气倒是不小。先做到再说吧。贤主已在殿外候着，若各位没什么事，就赶紧滚吧。贤珠师兄，哎，跟你说啊，他这个人就是嘴硬心软，你们别介意啊。有空的时候多来幽冥界找我玩。嗯，好啊，只要幽冥王不撵我们就行。三生石，你之前说喜欢的那个半神，不会是敖哥陛下吧？嘘。哦。修言，我做得好吗？你做得很好。可是这样，你该如何自保啊？那你愿意看到阿音失去一半的生命吗？我就是觉得为难。就像贤竹这次的事情，我到底是应该帮他跟他爱的人牵红线，还是为了避免悲剧而破坏他们呢？修言，你说到底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？我只知道，你私自离开幽冥界就是错的。陛下，我错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擅自离开幽冥界。修言，我下次再来看，我先走了。好。你还笑得出来？唉，你怎么对谁都凶巴巴的呀？你看这幽冥界除了三生石，还有谁敢跟你说话？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感谢人家，要不然你这漫长的神生也太无聊了吧？我不是还有你吗？我要能陪你多久啊？师叔，师叔，师叔，师叔。师兄，阿锦，阿音，大家都没事吧？幻月他们说他灰飞烟灭了，你告诉我，他还有救，对吗？师叔，师弟，师叔，师叔。他现在身心俱疲，万念俱灰，心神还不稳定，需要长时间静养。这段时间除释放汤药以外，尽量不要过多打扰。是。大家都出去吧。我留下来照顾贤竹师兄。好。
怎么就你一个人煎药？燕爽呢？燕爽殿下见这边处理的差不多了，听说英祖有急事，就先回去了。你这煎的是恢复灵力的药？嗯。那你给阿英也煎一份吧，她用灵力治伤，也需要恢复元气。没想到你也会照顾人啊！我还以为你只会被别人照顾呢。赶紧找个药炉去。好嘞。阿燕，要不然先休息一下吧。低阶水灵兽的治愈力不堪一用，小仙兽还是莫逞能了。原来是青池宫长宫神使红绸大人驾临，在下有失远迎。见过红绸大人。没事吧？此乃青池宫的安魂丹，可修复贤竹仙君仙元离体之伤。贤善替大泽山谢过神使大人。谢过神使大人。师叔，多谢神使大人赐养。可请古镜仙君出门一叙，我已与仙君有要事相商。姑姑才是青池宫长宫，我不过一介小小仙君，何必向我行此大礼？小神君才是青池宫的主人，我随小神君下界留守青池宫，就是为了可以时刻护佑小神君，让小神君可以安安稳稳地重回神界。姑姑一手将我带大，养育之恩我铭记于心，但这下界历练本就是我的必经修行，其中好坏都该由我自行承担。姑姑不要再担心了。小神君是真神之子，身份何等尊贵，岂可一直流连下三界？小神君下界历练，只是为了开启神力罢了，终究还是要回归神位，必有苍生啊！我就知道，姑姑又要说教。姑姑认为神位最重要，但我却认为，我眼下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珍贵的。我身在其中，又怎能不生出留恋？我从没想过要回神界，我只知道在这里，有我未完成的使命，有我的师门同伴，还有我心爱之人。是那水灵兽？姑姑她有名字，叫阿英。小神君三思啊！你可知，你在问天石下以身应劫，换那小火凤仙缘重归的机会，那个时候劫就已经出现了，就是阿音啊。东华飞升前算到，将你们二人结成主仆契，就是为了让你避开此劫。如今，主仆契意外解开，你与水灵兽阿音生情，这会让你的劫生出更多的惊涛，让自己置于更加凶险的境地啊！师尊将我与阿英结契，是因为这个。但我们已收集其4份仙缘，倘若找到剩下的，此劫当解。姑姑安心吧。小神君何苦这般固执？
水凝寿无论如何飞升不到神界的。贤主与那人界女子的悲剧就在眼前。小神君是真神之子，与那低阶仙兽之间的沟壑更深万倍不止。你可想过，100年之后阿音烟消云散，小神君独留于世，又当如何呢？多谢姑姑提醒。但纵然阿音去不了神界，我总有办法不回神界。说白了，这真神身份我不要也罢。小神君居然会为了这区区的水凝兽放弃自己真神的身份，你这分明就是年少冲动。这并非莽撞冲动，姑姑，只是我若连心爱之人都无法相守，我谈何立于神位之上，庇护苍生？我心意已决，姑姑不要再劝我，不如祝福我跟阿姨吧。无论怎么看，都是个死局。我绝不可能看着小神君一意孤行，踏入此劫。师兄，我一人犯错，连累师门。非你犯错，只是天命难违。我与婉月本是殊途，我偏生执念，想要与他求得同归。他那么相信我，可我没护住他。仙珠师兄，这是我在婉月姑娘竹居找到的，应该是留给你的。不追悔。婉月姑娘应是早就预料过结局了，但她说不悔，是不悔跟贤珠师兄相守相恋过，也是不悔为此做下的决定。你说，婉月姑娘和贤珠师兄谁最可怜？是已经灰飞烟灭、不复存在的婉月姑娘可怜，还是眼看所爱消失又无法挽回的贤珠师兄？我只知道，婉月姑娘虽说她不悔，但贤竹师兄肯定是要在懊悔中煎熬一生了。但如果再给贤竹师兄一次机会，我相信他一定会为婉月姑娘再拼一次，再赌一回的。我是真的搞不懂，这些森严的界限，除了让仙族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，到底还有什么别的益处？是啊。仙竹师兄在幽冥界寻找婉月姑娘的时候，该多痛心疾首。
风玉露之缘，结同心永伴之愿，红线绑定，终身姻缘结成契约，是为姻缘契。姻缘既成，互为仙侣，扶持相伴，大道永共。也没说什么细节，要不要算时辰呢？那要该怎么装扮啊？这么重要的契约仪式，竟然没有讲究？穿什么衣服比较好？嗯？红绸大人，我来与你商量贤主一事。红绸大人，您说，安魂丹虽可平复仙元仙气的动荡，但他心神难宁，重伤难愈，也只有你可助他康复，就看你愿不愿意了。我？之前红绸大人不还说，水凝寿治愈力低弱，不堪一用。如今我又变得顶用了。你这丫头莫学的牙尖嘴利顶撞我，我是在帮大泽山。阿英洗耳恭听。仙界的无尽崖下，有一种忘忧仙果。忘忧仙果。此处是三界灵气交汇之崖，只有拥有治愈灵丹的水灵兽，才与这结界不相持，所以只有你，才能采摘那忘忧仙果。快进去吧，月华照压之时，正是忘忧仙果采摘的最佳时机。别耽搁了。我所做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小神君好。阿姨，贤善，你……我正是担心红绸大人关心则乱，才一直看着阿音。他无论如何都是我大泽山的弟子，我不会让谁肆意伤他性命。他活着威胁的可是小神君和大泽山的安危，你可不要在要紧事上糊涂。你把他给我。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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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兄。发生了何事？红绸姑姑为何在此？小神君莫恼，红绸提及忘忧仙果可助贤主康复，阿音就同门心切，便要冒险一试。阿金，仙界山崖突起骤风，阿音不过是受了些震荡晕了过去，醒来自当无碍了。姑姑明知阿音仙力少欠，为何还要告诉他这些？难道没有预料到危险会发生吗？红绸赤诚真心一片，做事若有不周全之处，
愿小神君惩处。阿剑，小神君，你我已给阿英打上我的魂印，如若他遇到危险，我会护他周全。小神君何等尊贵，竟为了一个仙兽不惜损伤自己的身体打下。红绸姑姑，我对阿英的心意，护她周全的决心，你应该都清楚。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仙善，你真是妇人之仁，难道你想眼睁睁看着大泽山为小神君挡劫吗？一山安危重，可一人的性命亦是珍贵。即便是低阶仙手，我贤善也不敢任意决断生死。世上诸事，不是都有两全之法？但求尽力而为，问心无愧。在下还有一个不必伤害阿英的避劫之法，红绸大人不妨一试。此乃妄念笛，用此笛借取元神剑的混沌之力，方可抽取阿进的情丝。今日阿进震动心魂为阿英打魂印，必会借取元神剑之力酝养恢复。这正是最好的时机。阿进的情丝若去，对阿英的情念也随之消亡了。再叫他二人远离，或可避劫。他最好是有用。阿英，阿英，忘忧仙果呢？忘忧仙果还在，仙珠师兄也会没事的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。我会好好休息的，明日还要跟您去节气呢。那还不好好睡觉？
阿英，锁死了。你那么喜欢她，我就想把她当做我的聘礼送给你。我想，纵然没有主仆契，能不能有一种姻缘契，让我们一直在一起？我们明日就去演天殿结契。我愿意。这情丝竟这般坚韧。你拒绝回家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和能耐呢，原来是去和仙族厮混。红叶，你是不是忘了你父王母后就是死在仙族的手里？纵使姑姑态度恶劣古怪，可仙界的确不该是我久留之处。阿九，你怎么来了？阿英，你今日真好看。这个是云清师姐送我的裙子，只有大泽山才会有的云织锦。大泽山真好，灵力充盛，舞姿丰沛。我们妖界灵地更多，况且还自在，没他们仙界这么多规矩。你要是跟我去待一段时间，你就知道了。阿英，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妖界生活？啊，阿英，哦，疼不疼？我没事。那你有没有听到我刚才说的？说，你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天实在是太着急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妖界生活？小住一阵子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长期住，因为阿进在大泽山嘛。阿进在大泽山，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你看我都忙忘了，我今日要去跟阿进结姻缘契了。自此之后，当然是一唱一和，同进同出了。你要和古静结姻缘契？哦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之前允诺你的，等我找到了宁云山，还是会划来一块地给你。届时你想住多久住多久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先帮我看看，这两个哪个好看？都不好看。都不好看。那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哎，那如果阿九。你不会忘记今天要干什么去了吧？你不会是还没起吧？
起床了，你是不是忘记今天要去干什么了啊？起来，阿英，你一大清早干嘛？我还想问你干嘛呢？你为什么要喝酒啊？没喝酒。你没喝酒？我昨天晚上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我知道，一定是今日你要跟我去节气，心里呢有一些紧张，所以才喝酒的，对不对？节气。这或许就是你与我大泽山的缘分所在。我将你与古晋结成主仆契，正是机缘所致，不仅对古晋，对你也有益处。眼下，我还不能给你们解开此契约。阿燕，方才我用主仆契感应你，为何感应不到？主仆契好像真的解了。阿燕，你真的想跟我结契？你不后悔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个？我不会后悔的。你赶紧收拾收拾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哦，对了，你还是好好打扮一下，跟我搭配一下。结个契而已，搭配一下，这么隆重。